既然得到了答案，我们就不要在这里了。毕竟这万古神灵大陆太大了，而且刚刚大龙尊主说过，这里不过是万古神灵大陆万千面貌中的一种，指不定还有更多的机缘与惊喜在等着我们呢。我们还是先寻找万古神灵大陆上的机缘吧。盘龙最为冷静，所以很快就让自己的心境恢复如初。众人点点头，认可盘龙的说法。突然，吞吞的话语打破了这沉闷。那么接下来，请双龙尊主前辈将神器联盟的那些人全部灭杀了吧。他的话语中充满了杀意与恨意，如同一把利剑直指不远处金地天盟主和九大副盟主的心间。而他们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惊异，仿佛吞吞的提议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让他们措手不及。空气中再次弥漫着紧张的气息，秦副盟主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显露出他对当前局势的不安。金地天盟主的拳头紧握，他的神情透露出一丝肃杀之气，仿佛他已经做出了某种决定。他环视四周，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等下你们紧跟着我，暂时的先行逃离此处，等我在万古神灵大陆中找到强大的机缘，再来找这些该死的东西。金地天盟主的声音压得极低，生怕被对方听到。想跑？然而金地天的计划一下子就被打小龙尊主识破，旋即立马催动玄奥的造化神力，欲将其拦下。金地天盟主和九大副盟主的身形在小龙尊主释放造化气息的拦截下显得岌岌可危，但金地天盟主的神色不变，他双手迅速结印，周身涌动同样玄奥无比的造化神力。随着他的掌心一震，自身所在的周围空间开始扭曲，如同被无形的力量撕扯，发出刺耳的笑鸣。金地天盟主的脸色凝重，他知道能不能从小龙尊主的手中逃出来，就靠这一次的机会了。在关乎生死之下，金地天盟主将自身的造化规则之法彻底的施展而出，瞬间将扭曲的空间形成一个深不见底的巨大黑洞，想要借此逃脱。走！在金地天盟主那急促之声下，九大副盟主见状，心中一紧，毫无犹豫地跟随盟主大人冲入巨大的黑洞之中。你们走得了吗？小龙尊主眉头一皱，他的双眸中闪烁着睿智的光芒。随着他的话音落下，一股更加庞大的造化神力彻底的爆发，形成一只巨大的玄奥掌影，直奔那道扭曲的黑洞而去。掌力所到之处，空间震荡，万物毁灭，仿佛要将一切复归于虚无。黑洞边缘，时空仿佛织成了细密的网，即将在无形的力量下彻底崩裂。然而在这黑洞的深处，一股神秘的力量突然凝聚成光，它如同创世之初的第一道光芒，刺破了无尽的黑暗。这道神明之光蕴含着不可思议的能量，它在黑洞的咆哮中诞生，以一种无法形容的速度膨胀。随着神明之光的爆发，逐渐凝聚出了一道巨大的神明之手，穿透了黑暗的深渊。这道光神秘无瑕，仿佛包含了某种来自更高位格的力量，与小龙尊主那充满造化之力的巨掌在虚空中激烈碰撞。轰隆，两者的力量交汇，产生了震耳欲聋的轰鸣，冲击波如狂暴的海浪，横扫了整个空间，使得四面八方的星辰都在这股力量面前站立，甚至面临着难以阻挡的毁灭冲击。然而出乎所有预料的是，那道充满着某种更高位格力量的神明之手竟奇迹般的硬生生抵抗住了小龙尊主那造化之掌的全力一击，而且那道造化之掌上的造化规则之法都被那股更高位格的力量所吸收，瞬间爆裂而开。在这一刻，小龙尊主的目光中充满了难以置信的震惊，他的这一道造化攻击曾经无人能敌，即便是造化后期主神都无法轻易的抵挡，然而现在却在眼前这一道神明之手下被无情的碾压。这怎么可能？小龙尊主的声音散发出一丝微弱的颤抖，他的表情凝固在了惊骇的一刻。他刚刚所施展的乃是自己的底牌之一，而现在他的力量却在那未知的神明之手下被轻易的化解开去，这根本让他意想不到。这神奇联盟的盟主究竟还隐藏着什么力量未施展出来，最后居然还给跑掉了。小龙尊主的怒吼声冲入那扭曲的黑洞之中，然而下一刻，扭曲的黑洞消失不见，空间又恢复了正常。但是刚刚的对碰却让众人的气氛陷入了的寂静。那道神明之手究竟是神秘力量，居然可以将小龙尊主的造化之掌都轻易的化解。大龙尊，对不住了，居然让对方给逃了。小龙尊主也非常的无奈，他都已经全力施展，都无法将其对方阻拦而下。这不怪你，对方刚刚所施展出来的力量根本不是寻常的神之力量，即便刚刚是我出手，恐怕也无法顺利将其阻拦。我想这股不寻常的神之力量应该就是对方的真正底牌了，而且我能够感觉出对方所施展的应该不是属于他自己本身的力量，而是借助某个契约的力量。